欢迎收看北境讲文化大革命第6讲，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到第6讲，文革终于开始了。上过历史课的朋友们呢，都熟悉这样对于历史的描述就是一个事件或者一个时期，它有一个起始点有一个结束点。比如说公元几几年甚至精确到几月几日的某一个事件，象征着一个时期的开始。那么这样的方式呢，实际上是研究历史的人所习惯使用的一种方法，对吧？它是一种方法论，就是画一个历史的一个时间节片。但是呢，这样的方式呢，其实对于大家去理解那段历史，它并不一定是一个最好的方法。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经常会说历史像一条长河，对吧？那么河你是无法去把它阻断的，它是流动的状态。那么历史也是一个流动的状态，你很难说某一个领导人他的一个讲话或者他的一个什么通知，就象征着这个事件的一个开端。那么在那之前，一切都没有发生不是这样的，对吧？我们用了5讲的时间去铺垫，去告诉大家，那么文革之前都发生了什么，那个成因是什么，以及在之前其实也在发生的，那你也可以认为那是文革，对吧？那么76年也不是说文革就结束了，那么它的深远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所以当我们说到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究竟是几月几号，哪一个事件是作为这个标志呢？那么大家有不同的说法，对吧？但我认为其实意义并不大，纠葛在这个地方那么今天呢，我们进入到了1966年，对吧？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先到5月，从5月开始那一年的5月发生了很多的事件。但是呢，我不想从一个发动文革的毛泽东这样的人，从他那个视角先进入，我们先从一个非常普通的大家都不记得他的姓名的一个老百姓的视角进入，看看那个5月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对于每一个人而言，那么他自身的那个文革的起始点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人他呢叫陈志高，他呢当时是在扬州的一个剪刀厂工作的，当时23岁。那么1966年的5月具体几月几号我就不知道了。他呢步行了50公里，来到了南京的紫金山，去那儿干嘛呢？自杀。他服下毒药身亡。原因是什么呢？是有一个小孩在他们家的大门上贴了一张大字报那么大字报上用非常潦草的字体写着，说他拥护邓拓，就这么4个字。他因此承受不住压力，那么自杀了。那么这也是有记录的文革之中比较早的牺牲的平民之一。那么这里边呢有2个词儿我们要继续顺着往下讲了，一个是大字报，对吧？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文革开始的一个象征就是大字报开始满天飞，对吧？攻击别人。那么还有一个词儿呢，这里边说到了一个人叫邓拓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上一章讲了姚文元他写了一个反吴晗的，对吧？批斗这个海瑞罢官那个剧的从这儿开始。那么江青到上海，对吧？带着姚文元，然后背后是毛泽东在授意去干这个事情。那么去批倒这个吴晗呢？那么吴晗是作为当时北京的副市长，那么当时的市长呢是彭真，对吧？那么最终是要把彭真斗倒嘛。那么实际上呢，这个邓拓当时彭真是要求邓拓来写文章去维护吴晗的那么多年前，就是1957年的时候，56、57那个毛泽东搞这个百花齐放运动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有一些重要的演说内容，那么当时压着拖后了几周才把这个内容去登报去公布的那个人也是邓拓那么所以说到现在这个节点上，彭真跟吴晗这2个人失势之后，那么接下来遭殃的就是邓拓了。1966年5月6日已经被毛泽东牢牢掌控的人民日报批判了邓拓和几个属下。10天之后，5月16号当天，
人民日报又做出了更激烈的控诉，说的是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2天后，邓拓在家中服下了大量的安眠药，身亡。5月16号，也就是说在邓拓死之前的2天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通知，现在就管它叫516通知。那这个通知就是按照毛泽东的意思，甚至是他亲自实际上去写的。那这个516通知呢，全文不到5000字。那么文件用了大量的篇幅去批判2月提纲啊，我们上一章讲过，就是彭真提出来的那个2月提纲。那么说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进行到底的啊，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这个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的啊，等等等等，给了他扣了一堆的帽子。那么这个文件里说啊，516通知里说，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绝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实际上516通知呢，就是一个对整个这个文革我们要干什么事儿的一个定性，就是我们要批斗什么呢？就是凡是啊，各种凡是，他们认为错误的，他们认为路线不对的啊，他们认为你成分有问题的，他们给你扣了这种牛鬼蛇神的帽子的，他们都可以去批斗，他们觉得他们有这个权利。那么就说呢，说这个共产党内啊，共产党内部啊，有一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就说他们呢是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说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啊，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我们听这个口吻啊，这是老毛的话啊，毛泽东的话，但是呢，是不是觉得特别熟悉啊？因为现在啊，即便在海外的中文圈，当有不同的意见啊，双方再去进行一些争论的时候，其实用的还是这一套逻辑，还是这一套你死我活的斗争的这种话术啊，大家用的还是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讲出来的话还是文革式的，这就是根儿啊。我们接着往下讲。516通知这个文件里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这是一个概念的混淆。那我们都知道不破不立，对吧？但是实际上它什么东西都没有立起来。他们说了啊，用这种偷换概念的方式告诉你，破就是立啊，破的过程立就立起来了。跟你说一点破道理就是立啊，那么这个破实际上才是他们真正要干，就是批判，就是你死我活，就是斗争，就是夺权，就是赚取他们个人的这些权利。那么这个文件里继续说，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对立场、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这个文件最后里说啊，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没有被识破，有些
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个话到底说给谁听的呢？谁是那个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呢？几个月以后，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指的是刘少奇啊。但是呢，在5月16日啊，就是大会表决通过这个516通知的时候，那么当时就是组织这个会议的人就是刘少奇，通过这个通知的人就是刘少奇。那么当时刘少奇知不知道这些话指的是他呢？那么应该是知道的，但是没有办法。好，516通知，对吧？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之后呢，它就具有了合法性，也就成为了当时全党对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共识。那么紧接着5月17号啊，第二天，那么会议上啊，刘少奇就说了啊，说过去填表的时候一直填富农成分，后来到花明楼看了，应该是地主啊，说自己都开始自我检讨嘛啊。那么周恩来也说自己受封建官僚家庭影响，对阶级斗争认识不够，对北京的问题没有察觉。那么邓小平也做了检查，说书记处这么大的问题我都不知道。那么林彪呢没有检查，但他说他的家庭是地主啊，没有看得那么清楚。那么这么多的高级领导人都在讲自己的出身问题，那么这个3个月后啊，我们都知道在文革之中有所谓的那个血统论横行啊，那么这个我们后面再讲。那么这个讯息呢，就是这个516通知啊，包括整个北京的这个领导班子，彭真什么就垮台了嘛，被斗倒了。那么令党内的基层啊不寒而栗啊，如果这个大权在握的首都领导人都能垮台，其他人也许很快就会步其后尘。那么党员呢开始在研习这个毛主席这些话语的这些大会上啊，开始互相审视。少数人开始相信，在当时的局面下啊，唯一的安全的决定就是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毛泽东。那么现在啊，我觉得我们只能相信毛主席，一切人都应该怀疑，只要不符合主席指示的什么人，我们都要去攻击。这就是当时很多的共产党的基层的这些党员啊，开始慢慢的形成这样的共识啊，因为这个516通知一说出来，非常的模糊，对吧？到底谁是那个修正主义分子呢？谁是那个反革命分子呢？谁是那个走什么资产阶级道路线的这个人呢？埋伏在我们身边睡到不知道，对吧？那么好，我们只能信任毛泽东，他说谁是，那我们就斗谁，就变成这样了。好，接着《人民日报》，对吧？已经攥到毛泽东手里了，是共产党的喉舌。报上的评论在全国都被人仔细的研究啊，在集会上朗读，在广播中播送，那么贴在墙上或展示在布告栏的玻璃窗中啊，这就是当时《人民日报》的这种分量啊。那么各地中学的党委书记都将大批学生集合起来，在他们面前啊批判吴晗、邓拓及其拥护者。那么好几年来，学生接受着这种激进的这种阶级斗争的这种信条教育，当时的人就是实际上这就是一个说一点题外话，就是一脉相承的啊。很多我们看到现在海外的这些老民运人士啊，互相之间斗起来，抓特务，语言都是文革式的，因为他们小时候就是在那个环境里长大，就是在文革时期受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阶级斗争的教育，他们脑子里只有这种阶级斗争。好，接着说，那么后来这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提醒这些学生你要提防潜藏在每个角落密谋推翻共产党的阶级敌人。那么于是呢，就有许多的学生就像他们想要学习的这个模范战士雷锋一样就他们都等不及想要成为毛主席的好战士。那么现在上面给了他们目标，给了这些学生目标，那么他们就开始工作了干嘛呢？奉命写大字报。那么他们就领到了成捆的毛笔墨水和这个一叠叠的旧报纸。那大字报呢要贴在墙上所以他们就架起大锅，把地瓜粉煮成浆糊，
他们呢在报纸上写下又大又粗的字儿，有时候一张报纸就写一个字儿，然后用扫把将这个报纸贴到墙上。很快的，每面墙上都贴满了这些标语啊，什么打倒黑帮，打倒反党阴谋分子啊，将革命贯彻到底等等。那么许多年轻的激进分子呢，就开始模仿这个姚文元的这个文体啊，模仿他这个风格写评论，对吧？因为姚文元就是写了那篇著名的这个评这个海瑞罢官嘛，对吧？他斗垮了吴晗嘛，所以这些学生这就是效仿的对象，等姚文元成了当时他们的偶像。那么一名来自正定的学生叫高原啊，他就解释说，就是怎么模仿姚文元的字体呢？这个文风呢？方法一啊，第一要宣称自己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捍卫者；第二是针对目标提出一连串指控性质的问题；第三就是揭发事件，将其定为又一个反革命分子渗透党的案例，就这么3段论去写。那么这里边呢也有一些不同的啊，比如说当这些学生年轻人啊等不及要加入批判的队伍的时候，但是他们的老师啊，这些成年人比较成熟一点的就感到很困惑。那么甚至这些老师有些人啊还在维护吴晗啊。那么比如说在济南的一所中学便出现了一篇从头到尾都在驳斥姚文元的文章啊。为什么呢？其实因为这些老师啊，他们大多都比较谨慎一些啊，因为他们的记忆中啊都还记得之前大概就是在1966年啊往前大概10年前的那个百花齐放那个运动，他们都还记得啊。因为你当时说站错队了，说错了话，你被打成右派，对吧？那么发送到这个夹边沟啊、劳改营，这些记忆都有，所以呢，他们就很谨慎。那么就但是呢，也有一些啊隐约的觉得状况不一样，跟当时的反右运动啊，他们会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文化大革命来势更凶猛。有人就说这次文化革命啊，我们教师是站在被告地位，比1957年的反右派还厉害啊！许多人呢就静观其变了，害怕了啊，不能多说话，说错了不得了。当然，也有一些人呢就先行的自己就主动行动起来了啊，跑到这个学校的去找党委书记啊，把自己的这个意识形态上的错误啊，就全盘的自己先供出来了啊，希望得到宽恕。那么，于是在这个时候就开始有一些大字报的内容就开始直接的指向这些老师了。接着啊，还是在5月啊，5月28日的时候，毛泽东采取了一个行动，就解散了啊以彭真为首之前说的那个文化革命小组5人小组，那么取而代之的呢是新的叫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那这些成员啊都是他的亲信啊。那么这个小组呢，他很快就主导了这个整个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进程啊，成了最重要的当时的政治机构。当时的所有的最高决策都出自这个小组。这就像是古代的时候这个皇帝，对吧？那有反对他的这个大臣啊，他控制不了了，他就单独再成立一个内阁式的一个内朝啊，等于就架空了把他们，然后皇帝的这个施令就直接用这个小组的方式往下去传达了。那么这个文化革命小组后来啊，控制了党，控制了政府，也控制了军队。那么当时的这个组长是陈伯达啊，先说说这个人，说这个人呢为人刻薄，心胸狭窄，说话带着浓重的福建口音。1930年代的时候，这个陈伯达曾经在莫斯科受训练。后来呢，在延安呢，他是毛泽东的撰稿人，并且呢，在解放后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之一。1958年，他热烈拥护大跃进视其为共产主义的黎明。2年后他为自己的主子毛泽东免去了在这场浩劫中的所有的责任。他就说说当时大跃进造成数百万人的死亡。陈伯达说，这是我们向前迈进时不可避免的现象，说这些无耻的话啊。那么当然了，陈伯达虽然是组长那么实际上主事的人呢是江青就是这个组员有江青，有康生，有姚文元，有张春桥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
但是呢，更实际的这个小组里的实际把关的那个真正藏在背后的组长，实际组长是谁呢？不是陈伯达，也不是江青，其实是周恩来。那么周恩来啊，就是我们说一点稍微后面的事啊，就到第二年1967年的时候，2、3月的时候开始啊，那么中央就决定啊，以这个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名义，来处理这些中央的日常工作。这个碰头会就是周恩来主持的啊，有关这个以这些中央的党政军的领导人啊都参加。那么这个碰头会呢，决定文革中的各项重大问题，对吧？开会的地点就从怀仁堂改到了钓鱼台16号楼。有哪些人参加这个会议啊，都由周恩来来决定，各种文件都是周恩来来签发。那么好，我们现在接着说啊，说到这个5月这里边啊，刚才5月16号有个516通知，对吧？5月28号成立这个中央文革小组。5月还有一个事儿很重要，往前倒一点，5月7号的时候，现在我们都管这个叫5七指示。这个为什么重要呢？就是毛泽东一直强调有破有立啊。那么516通知呢是破，对吧？是要破除之前那17年从49年过来这个建立的一些制度。那么立是什么呢？这个很重要，就是在毛泽东的那个脑子里，他想立起来的是什么？其实他是有一个设想，对吧？当然是乌托邦，对吧？是他心中的桃花源。那么这个他心中的这个东西，在1958年的时候啊，大跃进什么的，其实他试验失败了，对吧？人民公社、大跃进，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呢，他并没有放弃。整个这个国家、这个政府、这个党对他也没有进行一个清算，所以他也无法去进行反思。那么他还大权在握，于是乎他就要再次的去尝试他心中的那个乌托邦啊。那么这个他心中的这个乌托邦呢，实际上有2部分组成啊，就是经济和社会体制，就是我们一会儿要说的这个5七指示，他在里边说的就是他梦想中的那个经济和社会是什么样。那么政治体制呢，他的梦想就是巴黎公社原则。那么这个和中国古代的啊，整个一些什么大同世界啊这些说法，那么这些都是混在毛泽东脑子里的啊，他的那一坨浆糊啊，全都混在一起。好，我们来说5七指示啊。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信，那么对军委的总后勤部做了一些批示。这个批示就是著名的5七指示啊。那么这个信里给大家念一下，他说：林彪同志，你在5月6日寄来的总后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2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做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3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这样的一个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2次世界大战的8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小工厂，生产一些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社会主义运动教育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适配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3项，一个部队只能兼1项或2项，不能同时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如大庆油田那样。公社农民以农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
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毛泽东1966年5月7日。那么这个过了8天之后5月15日，中共中央将5期指示转发到全党，要求全党有步骤的实施。在转发的通知中就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的文献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发展。那么后面到8月1号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全国都应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公布了5期指示的主要内容，并加以阐述。那么社论中说如果按照毛泽东这个指示做，就可以大大提高全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民的思想革命化。那么可以逐步缩小3大差别促进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可以实现全民皆兵，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7亿人民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那么也就是说，5期指示构想了一个桃花源式的这种社会组织，通过这个社会组织消灭3大差别，进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那么这个事情呢，其实1958年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干过了，对吧？造成了3、4千万人的死亡，大跃进、大饥荒。但是呢，他不甘心还要再干一次。所以如果说呢，5期指示呢是毛泽东对于这个经济社会体制的这种构想，那么巴黎公社原则就是他对政治体制的构想那么这2个构想呢，他想用来代替从49年到66年这17年之间的所建立的这种制度并且达到那个反修防修的目的。那么什么是巴黎公社原则呢？马克思在这个法兰西内战中有阐述，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公社呢是由巴黎各区普选出来的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呢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那么其中大多数呢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那么公社呢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同时监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一向作为中央政府工具的警察，那么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成公社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那么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这样，从上到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旧政府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的合理职能拿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公社将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这些寄生虫国家迄今所吞噬一切力量的这些东西归还给社会集体。那么公社呢，其实我们刚才听的这一堆跟现在我们所熟悉的正常的文明国家完全不一样，对吧？这是一个纯粹发疯的想法，对吧？但是其实它的秘密在于什么呢？就是实质上就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一个结果。那么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一种政治形式，就是他马克思脑子里想的这些东西，对吧？那么于是乎呢，公社在他们的构想里就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的那种廉价政府的口号，对吧？那么他因为取消掉了2项最重要的开支常备军和官吏。那马克思就接着说劳动一被解放，大家都会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某一个阶级的属性了那么对于巴黎公社原则呢，恩格斯还有一系列的解释他说公社一开始就得承认，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不能继续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至于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这些东西，另外一方面应当宣布
他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的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那他说，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毫不比君主制下差。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最坏的方面，直到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个全部国家机器完全抛弃为止。所以我们可以看啊，就是这一套东西啊，也在毛泽东的脑子里，也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想要去达成的某种的一个结果。所以毛泽东特别喜欢公社这个词儿啊，58年的时候搞人民公社，对吧？那么现在依然要弄。那么后来就是我们上一期讲过的，有一个北大的这个聂元子，对吧？那么他呢写的这个大字报啊，毛泽东就说这是巴黎公社宣言。而且呢，在文革中啊，政府机构被冲垮以后，毛泽东当时还让王力电话通知最早夺权的上海和黑龙江啊，让两地采取人民公社的形式。所以呢，巴黎公社的原则啊，和这个5·7指示、5·7道路啊，包括中国古代这种大同思想啊，这一切构成了毛泽东的乌托邦的蓝图，对吧？他要干嘛呢？一，消灭社会分工，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实现个人全面发展。二，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建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从而消灭剥削，实现社会平等。三，实行供给制，消灭工资级别，在分配上反对物质刺激，坚持政治挂帅。四，党政不分议行合一，行政和立法、司法合一。五，公社由普选出的代表组成，可以随时撤换。六，废除常备军，用武装的人民代替。七，地方自治。所以啊，我们现在都知道啊，毛泽东的这一套想法都是乌托邦式的啊，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现在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不可以实现，这个才是我们反思文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那么为了要达到我刚才念的这7条啊这些目的，实际上呢是要从根本上改造人性。什么叫斗私批修？这个文革中的这个口号啊，那就是发动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啊！要把所有的人啊都改造成没有私心的这种共产主义新人。那我们现在可以理解，这是完全反人性的，反人类的，是不可实现的。但是呢，在这些疯子的脑子里啊，毛泽东也好，恩格斯也好，马克思也好，他们就觉得可以实现啊，列宁什么的。那么，而且毛泽东觉得他的有生之年啊，可能实现不了，所以他说7、8年就要搞一次，就这个文化大革命啊，通过多次的文化大革命，最终来实现这个理想。但是呢，结果就是毛泽东设想的这个5·7道路啊，最后变成了什么呢？就是在全国建立了成千上万的叫5·7干校啊。那么大批的知识分子和这个当权者不喜欢的一些这些干部，就发配到这个5·7干校来劳动啊，实际上就是一些流放地、劳改营。那么巴黎公社这些构想呢，也在上海试验过啊，最后也都落空了。因为什么呢？你把旧的这种官僚机器全都铲除了，但是实际上新的你建立起来的还是官僚机器啊，没有区别。因为毛泽东所设想的消灭分工的这种社会啊，在社会发展的趋势，实际上是分工是越来越细致的，你消灭不了，对吧？这完全是想的就不对啊！毛泽东设想的没有商品交换的社会，那么在高度分工的社会，只有通过商品交换才能够互通有无，所以你不可能消灭这种商品交换。
没有商品交换和市场竞争的社会，你这个社会我们后来都看到了，对吧？它是必然发展是停滞的。那么毛泽东设想的一个平均分配的社会，那么但是你没有分配上的这种物质的激励，那它效率肯定是极低的。还有啊，按照巴黎公社原则建立的这种政治体制啊，你这个行政、立法、司法如果三合一啊，不像美国似的三权分立，那你没有常备军和警察，用群众的这种专制来代替啊，包括这个设想这些公职人员的工资啊都不能超过工人的工资，就这一切东西，谁来执行呢？对吧？谁来执行？你设想的是这些公职人员随时可以撤换，谁来撤换呢？做这些东西，你一定要有一个高于这个公共机构的，对吧？一个权力无边的一个超级人物才能够做成这个事情。所以，毛泽东构想的这一切东西，就不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就是一个人治的社会。所以，他的设想就反映出了他脑子里那个理论上的一个系统性的错误啊，也就是说，毛泽东给中国人带来这么多灾难，都是源于他这一套理论上的系统错误，都是源于他想用一个强大的政权力量去实践他这一套理论，错误的理论。有人说毛泽东很真诚啊，我不想在这个点上去批判说他究竟是真诚的还是不真诚的，对吧？但是假设他是真诚的，但是他越真诚，他就越执着，越相信自己是对的。那么越执着，实际上他对于整个中国人的危害就越大。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号召群众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但是他的新世界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个乌托邦。好啊，我们现在说回来，5月结束之后呢，进入到6月。6月1日，儿童节啊，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呢？这个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啊，投下了第一颗震撼弹啊，就是在《人民日报》里有一篇由陈伯达就那个组长啊撰写的煽动性的社论，号召读者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啊，这是文革时候一个重要的口号。有人说啊，这句口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6月1号这个在人民日报上这个事情啊，有人说这是正式启动了文化大革命啊，我觉得无所谓啊，怎么认为都可以，反正文革一直在进行。那么各地人民都被强烈要求要扫除这种资产阶级代表啊，因为他们意图欺骗、愚弄、麻醉劳动人民啊，巩固他们的反动政权。那么这篇社论还特别指明了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专家、学者、权威和祖师爷，这些人也是牛鬼蛇神啊，也是要横扫的，也是要被打倒的。那么还嫌不够啊，觉得这一篇社论还不够震撼。那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在同一天的晚上播出了聂元子在1周前所写的大字报内容。紧接着第2天6月2号，人民日报把这个聂元子的这个大字报啊也刊登出来了，然后北京所有的学校停课啊，接着彭真垮台的消息公开啊，然后新的北京市这个市委啊委员会走马上任，共产党总部的大门上挂起了这个毛泽东的肖像啊，两旁呢都是有这个锤子和镰刀图案的红旗。此刻的中国啊，深陷在一场针对反革命阴谋的激进运动中啊，我们得去找啊，谁是反革命啊？谁是这个资产阶级的代表啊？谁是这些牛鬼蛇神啊？得给他找出来啊！那么参与运动的人认为啊，到处都存在着这样的阴谋，在每个村镇、城市啊，都要展示这种等身大小的毛泽东的这种肖像海报。毛泽东的语录在工厂、办公室和学校的墙上迅速激增。根据一名目击者所言，街上呼吁民众啊注意修正主义政变危险性的标语，好像多了几10倍。全国各地的民兵部队啊，皆处于红色警戒状态。他们练习摩斯密码，为空袭做准备，还要接受
刺刀格斗训练，参加者包括年仅6岁的小女孩，他们向前冲锋的时候，会用着非常尖细的声音大喊着杀啊！在山东省会济南，有一些工厂啊，用这个线缆啊拉起这个模型飞机啊，固定在这个建筑物之间，以进行这个防空演练。那么还有就是在青岛啊，街上全都是全副武装、带着步枪和轻机枪的这些民兵小队，就全国的就开始运动起来了。毛泽东自己啊，他也去称赞这个延安精神。他5月7号写信给林彪，对吧？那么表明这些军队你要去军学、军农、军工、军民啊这些工作，军民永远的打成一片。对吧？这些都是延安精神啊，工人也要去学这些东西啊，学生也要学这些东西。那么这封信呢，也是广为流传。那么他计划的就是一种军事组织与政治灌输的一种狂热理想啊，在这个理想之中，每一名男女都要成为战士啊。6月1日，聂元子对北京大学的指控这个广播啊一播出来，全国各地的办公室、工厂和学校就都出现了大字报，其中有些像门一样大，用黑色墨水写成，重点控诉部分还写上了红色，还画上了红色底线。也有一些是长篇大论的谩骂，啊，批判地方领导背叛了党，使人民腐化，破坏革命，甚至谋划复辟资本主义。那么，聂元子张贴文章的这个地点啊，正是10年前百花齐放运动参与者张贴大字报的地方。读者在推挤着啊去看这些文字的时候呢，当时的那些群众啊也很纳闷啊，就是我应该如何看待这个事件呢？因为1956年的时候，10年前啊，共产党号召所有人畅所欲言，那么1年之后就开始指责那些批判的人，对吧？开始反右运动。那么，于是啊，当时的一位任职于外文局的为官者啊，就自问说：那这次1966年啊，那么这次写这些大字报的人，是不是纪律严明、献身革命的党员，还是自私自利、找麻烦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呢？一些犬儒的人提出啊，那些人只是党派出来的代表，怂恿大众做出冒险的大胆举动，引诱他们自投罗网。就是当时很多人对这个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啊开始起来了，大家还存疑啊，不知道你这个党啊，毛泽东你们到底又要干什么事儿啊？是不是又来害我们？那么领导阶层也同样不知所措。毛泽东在5月16日放出这个讯息，对吧？然后全党掀起这个风波之后呢，马上毛泽东就离开了北京啊，他说政治给其他人去忙，就走了。那么邓小平跟刘少奇他们只能够自行的去决定啊，到底用什么办法去继续毛泽东现在说的要做的这个革命，对吧？那他只能用一些过去党用过的一些办法啊，然后呢，他们取得共识，打算按照固定的惯例行事。怎么做？就是派出这种工作组啊，一个一个工作组来领导这个文化大革命，你得由党来领导啊。那么当时刘少奇跟邓小平去揣度这个圣意啊，得出的结论就是这么干。那么好，那么但是呢，他们还是飞到了杭州啊，去征求这个毛泽东的首肯啊，同意。但是毛泽东呢，就开始含糊其辞啊，不把话说死。那么刘少奇跟邓小平离开之后，毛泽东对他的医生说啊，说运动里的问题让他们自己解决。然后毛泽东就开始冷眼旁观，看着这个国家陷入到混乱之中啊。我们今天讲一点6、7月份的这个越来越乱的局势啊。那么数万名干部被编成这个工作组，开始送去北京各个教育单位。那么这些单位啊，从中学到出版社都有啊。其中人数最多的一批是6月9日进驻的清华大学，成员超过500人。就这个工作组啊，还包括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在内。那中国其他地方也都跟随着首都的脚步啊，急忙派出工作组。那么无论派驻到哪里啊，那么工作组到了之后，都发现他们去到的那些学校啊，那些工作单位也都是贴满了大字报了啊。
那么工作组呢就鼓励学生批斗牛鬼蛇神，对吧？因为根据人民日报那篇社论嘛，说那些人垄断了文化以压迫劳动人民。那其实学生根本就不需要鼓动本来就是很躁动的那么这些学生早就已经追查什么吴晗呀、邓拓的支持者，已经好几周了干这个事情。其中较为激进的学生已经开始去详查他们学校的一些老师教授的背景身份背景。所以阶级敌人不再是过去的抽象幻影而是威胁到要将国家带回到以往封建剥削时代的一些真实的人物了。大家从这个脑子里的假想敌我们可以锁定一些真实的敌人了，这是在这些学生心里那么这个大字报批判吴晗的，慢慢的就被新的大字报所覆盖就开始批判他们学校的一些老师了。这样，很快的，教师开始互相做出这个互相之间的指控，都为了自保那么这就引发了一个大字报的战争，因为呢他们对彼此很了解，对吧？因为比学生能发现的更多，所以部分的教师呢还有门路可以取得一些机密的记录，或者他们在上边高层有一些人，对吧？然后拿过来，这些资料都拿过来，互相抹黑。那么也就挖出了越来越多的陈年的旧事然后来指控对方，说你曾经跟反革命分子勾结你曾经秘密参加一些地下组织，或者呢你性侵过无产阶级成员。那么少数教师，那你没办法写下自我批判那么这里边呢甚至还夸张写出一些不实的供述，希望得到宽恕，对吧？那么这个罪名的清单就越拉越长。比如说正定县的清单就包括了流氓和坏蛋、卑鄙下流的富农和狗地主、吸血资本家和新资产阶级、历史反革命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右派和极右派、阶级异己分子和颓废分子、反动分子和投机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帝国主义走狗和汉奸就这些都是可以拿来去扣帽子的。那么随着这一股仇恨的气氛被激发文字战争就开始恶化成为这种互相这个攻击工作组，这个他们选一个目标大家用这些文字去攻击他们。那么于是从这个文字的这种攻击就上升到这个身体上的攻击了。部分的受害者就被迫戴上了用来羞辱人的这个帽子脖子上也就开始挂着这些什么资本主义走狗、黑帮分子、帝国主义汉奸这些罪名的这些牌子了。然后开始去在这个校园里游街示众，众人呢就推推搡搡的，甚至呢开始往他们身上泼这些墨汁那么这个帽子就随着这个时间越来越高戴在头上这个帽子越来越重挂在这个脖子前面这个牌子呢，木头造的也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重。有的时候呢还要再去挂一个装着石头的吊桶就是为了加重这个分量。那么比如说有一个校长遭受这种待遇的时候太重了，这个脖子前面挂的这个石头绳子呢就深深的陷入到了他脖子的这个肉里。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自己还要喊自己的罪名我是黑帮分子，我是什么什么。紧接着殴打的事件就出现了，因为你这是阶级斗争嘛，毛泽东就说了，你这个阶级斗争你跟这是敌人是要至死方休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死，对吧？至死方休。所以呢这些激进学生就被怂恿着，因为他要互相要比着呀，我要比你更热情，我要比你更激进，对吧？我对革命的热情，所以那开始打人一个打得比一个狠。那么有一些遭到指控的人就被剃头剃成这种阴阳头一半头发没有了，一半留着阴阳头。那么有些人就罚你在这个夏日的高温中当时已经6、7月了嘛，对吧？一站好几个小时。说在厦门有很多人被迫跪在这个碎玻璃上。那么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在之前的这个社会主义运动的时候，有一个叫坐飞机这么一种形式。
那么据说是王光美发明的啊，就是说你就是受害者啊蹲下，双手呢被人往后啊直接拉直了，拉到背后这种方式。那么6月到7月初啊，光福建省的各地这些学校就已经有数十人遭到学生的这些凌辱之后死亡啊，或者自杀的。那么牛鬼蛇神呢？因为他们不是人了，对吧？按他们这个语境里，就必须要和公众隔绝开来。想想啊，像不像这个新冠疫情的时候啊？他们是人，但是他们说他们带着病毒啊，要隔绝，这一套都是从文革学来的。那么怎么隔绝呢？那这些有嫌疑的人就要在晚上被关到一个所谓的临时的监狱里啊，这些监狱就被轻蔑的称为叫牛棚，因为他们是牛鬼蛇神嘛，对吧？关他们的就是牛棚啊。那么一般呢是用一些什么仓库啊、教室啊、宿舍呀，对吧？然后工作组会派一些最受信赖的学生去看守这个牛棚。那么这些学生有的还带着自制的武器啊，有的是从这些运动器材室里翻出来的什么西洋剑、木剑啊、标枪来武装自己。那么当时的很多学生啊，后来都说其实呢，他们在这个过程里啊，他们感受到了一种玩那种间谍游戏的那种刺激的快感。那么在文化大革命的这是一个早期阶段啊，那么这些暴力的攻击呢，大多局限在中学啊，那么这个激烈的程度呢也有差异，对吧？但是呢，就是针对毛泽东，他心心念念的啊，说党内走资派的高层，对吧？因为这个是毛泽东最关心的。你一个什么大学里的一个老师，那不是他最关心的，他最关心的是他自己党内的争权夺势的啊，那些高层的人，他想斗倒那些人，对吧？他说潜伏在我们身旁的，那怎么去攻击这些人呢？啊，这些攻击又在哪里呢？对吧？因为每个学校，这些地方上的学校，在这个阶段里，大学工作组他都把这个炮火呢转向了那些被视为黑五类的师生，对吧？把那些过去成分所谓不好的人，把他们拿来当这个替罪羊了，或者呢牺牲掉几个当地的这个干部，那么实际上是为了保护一些更重要的一些官员，对吧？那么他们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对吧？那么怎么办呢？怎么才能把这个矛头转向真正毛泽东想要去斗倒的那些敌人呢？还得慢慢来啊！我们接着讲。那么这里面说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冲突啊，发生在清华大学。那么这边有一个人要登上历史舞台了啊，戴着眼镜、身材魁梧的化学工程系学生蒯达富。蒯达富呢，他公开质疑这个工作组啊，就说你工作组手中的权力是否代表我们呢？那么当时王光美也在那个工作组啊，王光美就说好，说右派学生蒯达富要夺权，斗起来了，等于学生跟工作组斗起来了。数天之后，蒯达富被宣告为反革命分子，和数十名支持者一起啊，在集会的学生面前遭到羞辱，然后被关到了他的宿舍中。那么在王光美当时的理解之中啊，他是理解不到毛泽东想要干的那个事情的啊。王光美是怎么理解的呢？他觉得文化大革命啊是9年前这个百花齐放运动结束后的那个反右运动的一个新形式。他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揭发像蒯达富这种反党的师生。那这么想的也不只有他一个人啊。那么掌管着工业权势极大的这个副总理薄一波啊，就是薄熙来他爸啊，薄一波就曾以和百花齐放运动是极度相似的这种措辞指示他的工作组成员，让他们干嘛呢？就是你们现在在这个文化大革命之中啊，你们这个工作组要怎么做事呢？薄一波的指示是说引蛇出洞啊，引蛇出洞就是10年前那个百花齐放运动时候的一个策略啊，引蛇出洞之后，然后把这些人打成右派，对吧？他们认为还是在做这个事儿，其实他们都没有领悟毛泽东要干什么。那么待反党分子说出真心话，露出真面目，就一网打尽，对吧？那么刘少奇也对自己在北京师范大学啊附属中学的这个精英学校领导的这个工作组的成员下达过类似的指令啊。刘少奇说
说领导阶层必须学着抓准时机，等到大部分的牛鬼蛇神露出真面目，再适时反击。大专、大学里的反党和反社会主义分子必须被揪出来。那么刘少奇甚至为学校和大学里被打成右派的师生人数设下了一个1%的定额，这么定额，共产党就是这么干事的啊，就一拍脑门，有30%的坏分子，你就得按照这个比例必须得抓出来，没有就得充数啊。那么现在刘少奇说1%，必须揪出1%的人，全都化成这些牛鬼蛇神啊。那么这个定额相当于什么呢？你就等于相当于全国啊，你要有30万名的受害者，你必须要凑齐30万人，这就是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干的混蛋事儿。那么数周之后，北京就有1万多名学生被打成了右派啊，在这个指示之下，那在北京大学，许多学生因为6月18日那天抓着校长游行并加以羞辱啊，结果呢，他们就反而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那么于是啊，一股公然的藐视工作组的这种反叛气氛就蔓延开来了啊！大家不喜欢你工作组的这些指示。那么数十所大学院校的工作组被激进的学生赶出校园了。那么结果呢，又被刘少奇派回去压制反抗的声音，等于就是搞起来了，双方啊，学校里有这些激进的学生，他们是这么理解毛泽东的这些指示的，他们要这么干。但是呢，刘少奇现在在实际的做这些政府的工作，对吧？那么派出这些工作组，那么跟这些学生反而发生了冲突。那么动荡不安的状态不仅发生在北京，西安交通大学有一名学生张贴大字报，指校长为走资派，结果这个学生遭到批斗。那么随后，其他学生在这个省党部啊对面连续静食啊，这个静坐绝食3天，抗议3天。后来呢，这个省当局就让步了。那么于是别的学校的学生也加入到抗争，那么混乱的场面很快就出现。那么可以见到啊，这个护士开始这个因为酷暑嘛，有人就中暑了，这些学生啊给这些学生打点滴。那么也有学生呢被送到医院去紧急治疗。学生呢就派代表到北京去了，去告御状嘛，对吧？等于那么于是周恩来又出手干预啊，打破僵局。那么黄河上游地区的这个兰州啊，那么那里的工作组呢就广播警告学生啊，只说所有发电报向北京领导投诉的人，你们这些学生啊都会被划为反革命分子。那么这种反过来迫害的程度呢，就有一名学生就卧轨自杀了啊，另一个学生呢就跳楼了。那么除了在学校啊，工作组也在全中国的这个工厂进行压制，就是压制这些民众的运动啊，被毛泽东啊、被中央这些文件煽动起来的啊，你要去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对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工作组不能让它乱呀，那么就压制。在上海第17棉纺织厂啊，说这个年轻英俊且不久后啊就光荣晋升为4人帮之一的这个王洪文啊，当时他是保卫科的干事啊，他就投入到这个文化大革命了啊。王洪文也登上历史舞台了啊。那么他呢就批判这个厂方对工人运动有诸多的限制啊，等等等等，就批判。那么到了6月底的时候，一个工作组被派到工厂进行反击啊，迫害那些曾经发表意见的人。那么数百名工人又被批成反党分子啊，王洪文当时被称为了自私自利的野心家。所以刚才这一切的东西啊，我们就可以看到1966年啊，自从那个多事的5月啊，正式启动了文化大革命之后，进入到6月、7月之后，全国如火如荼的啊，这个革命之火煽动起来之后啊，从学校到工厂，这些民众都很亢奋，对吧？然后呢，政府呢派了各个工作组，本来是想要去领导工作的啊，但是呢，矛盾发生之后，那么就越来越混乱了。啊，这个局面正在慢慢的失控，但是这个失控的局面实际上是毛泽东所期待的，是他想要看到的。那么因为你工作组嘛，
就被这些民众啊，因为你也要迫害这些民众啊，学生啊、工人，那工作组本身就会被人们所唾弃，对吧？那么于是乎，谁派的工作组呢？谁去领导这个工作的呢？不是毛泽东，人家躲起来，对吧？是刘少奇。于是乎，刘少奇就迅速的慢慢开始成为全中国被人所唾弃的那个领导者。那么，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工作组把无数人民变成了牺牲者。然后这个时候，毛泽东准备要返回北京了。那么后面就进入到了更加疯狂的8月。那我们下一讲再讲。感谢收看、订阅、分享。